好的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给我老爸买了这辆腾势的 MPV 啊。首先强调啊，真的不是广告，不是恰饭。当然呢，买车呢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发财了、赚钱了。哎，其实去年呢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亏损最严重的一次。当然了，去年呢其实每家公司都知道有点亏损啊，我们连股东大会都没有录，亏惨了。买车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老爸的那个破日产啊，已经10几年了啊，里面的线路啊，在农村都被老鼠咬烂了，而且那又是手动挡，我们都不会开，所以确实该换车了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每年回家要被催婚，所以买辆车给他，哎，堵他的嘴，拿人手短是吧？省得老说我。为什么要买 MPV 呢？那我们老爸他们那一代人对吧，都喜欢大车，越大越显得有气势，显得有钱。其次呢，他们在是吧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大家的人呢，出门确实方便一点。还有呢，就是我家的河南信阳农村的地面也不太好，所以这种大车轮胎也宽，开的比较舒服，比较稳。以及呢，我老爸呢经常来杭州给我跑服装厂，经常是长途，所以这种坐的舒服啊，老板座椅按摩这种功能啊，它整个的车机系统呢，我觉得啊是稍微有点复杂啊，尤其是我老爸他们这个年龄啊，可能真的是没有个半年都学不会。我觉得啊，汽车应该也搞一个老年版本啊，就简化的，什么字体很大那种。那地图呢，这是每一家厂商的一个弱点，就是他们为了封闭不愿意共享资源，所以这个地图呢都是没有手机的好用。然后 5G 这个我觉得比较好。那语音控制呢，我觉得呀稍微没有那么的好，很多一些模糊音啊可能听得不太清楚，尤其是我导航一些那种字啊比较生僻或者多音字的时候经常出错，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不太好用。然后整个车里面呢，自动驾驶这一块呢，我觉得那显然也是没有特斯拉，当然不是说吹特斯拉啊，确实它没有特斯拉自动驾驶这种很少。然后这些 UI 啊滑动什么的呢还是流畅的，车辆影像这些是标配了。然后我想吐槽一下整个的 UI 啊，这些 UI 真的很像是那种在2000年左右出的那种手机，反正老手机那种，哇，一点都不时髦。它这个钥匙呢其实也没啥，就是一个开后备箱手纹的一个启动啥的，反正就是挺常规的吧。它手机上的整个的 UI 呢，这也是我最讨厌的一点，我真的要吐槽一下。咱们国产呢，反正都是很讨厌，他们做了一个手机软件之后呢，他一定要上面把他们的商城啊，把他们的一些广告啊，全都加进去。我就是只想用一个开车的一个功能而已，你把你的商城、发现、新闻、服务弄一堆上面去，真的很讨人厌。我希望所有的广告厂他们跟那些国外品牌学习一下。你像我的特斯拉这个，咱不是说吹人家特斯拉，就很简单，人家的软件啥都没有，就是一个使用车的一个功能，没有别的。你不要弄的就是哦哟，你看这发现圈子，哎呦，感觉好像是一个社区一样，还有直播，我的天哪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面看直播？商城卖东西的当然也无可厚非了，你想卖点东西，但是你的入口能不能就是我可以把它去掉吗？不可以，所以相对比较复杂。然后整个的这个界面呢设计的我觉得也挺丑的，反正，然后功能呢也很少，就是一些什么基本的开空调啊、关空调、开后备箱，反正也没有太多智能化。当然呢，咱对于一个这种爸爸们开的一个 MPV 啊，或者是一个没有全自动的一个汽车来讲，也是勉强够用。好，接下来充电，续航呢是190公里啊。说实话呢，这点电量啊，加上一些这种是吧，大家都懂的，那我觉得跟个手机没区别了，每天反正得充一次。这个充电呢贼慢，那对比我的特斯拉呢，就可能400公里的话，基本上1个来小时，但它这个190公里得1个半小时，很慢。音响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很爱听歌，这都是全套的丹拿音响，我觉得品质还不错，听一听音质怎么样。太阳出来我爬山坡。我们选的呢是一个次顶配，然后4驱，因为在农村嘛，包括有时候爬山啥的比较有劲儿。屏幕呢配备的，其实我觉得很鸡肋啊，我老爸他们就很喜欢，真的，他们那代人就很喜欢这种什么冰箱彩电嘛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冰箱，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啊，就觉得豪车就是这种哇，冰箱、电视，哇，还有电话这种豪华。所以现在网友呢经常嘲笑说国产车只会做家电啊，但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鸡肋，就是要这个平板它就是一个平板电脑啊，然后你可以在后排看电视，操控一些你基本上车上的一些小功能啥的，天窗，还有一些什么遮阳帘，反正就是一些这种基础配置。然后这上面一个屏幕可以呢调节这种按摩，哎呀，大老板专注啊，老板键，一键把前车挪走。
这个老板沙发真的太爽了，这是我的最爱。那商务车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排了，花了那么多钱就是买这2个沙发的啊。那其实我特别喜欢坐车，我不喜欢开车，然后我对很多车呢也没有兴趣。就我这个很好奇，很多男生呢都很喜欢车，对吧？我特别讨厌车，我不喜欢任何开车，我觉得太烦了，我就只喜欢坐在这里。哎呀，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赚到钱，请一个司机。我很能理解那些大老板们喜欢弄那些车，弄那些屏灯光什么的，就像一个 KTV 一样。还有它这个按摩的功能啊，我作为一个重度的按摩患者啊，那肯定是没有那种专业的按摩椅舒服，那跟人比呢更比不了啊。然后这个座椅通风呢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刚需啊，我建议大家买车的都要配备一下。我们开空调呢，无论开多大，夏天的时候你坐在上面屁股还是容易冒汗，因为这都是皮的嘛，加热无所谓，通风真的非常重要，强推。它这个充电呢，这边有一个无线充电啊，配备了50瓦，然后这样插进去还挺帅的啊，很酷。18寸的大轮毂，我们这个没有选配啊，就是原装的，还挺好看的。米其林轮胎足够大，在农村过个小坡啥的也没啥问题。整个的底盘呢，我感觉啊，当然呢，我对比我的特斯拉，我也没怎么坐过好车。特斯拉呢，基本上你坐个减速带啊，咯噔一下，感觉跟自行车似的。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这些机械的结构啊，当然我也看不懂啊。反正这边我知道是电机，然后这边是发动机，反正就是贼复杂哇。整个的后备箱是完全可以放倒的，然后它有一个气垫床啊，可以铺在这里面变成一个小床，它还是兼具了一点这种户外啊、露营啊，这些功能的。然后有一个225瓦的这一个插线板，反正也可以做个饭啥的。它送的东西很全，送了个小桌子啥的，专门是为了考虑大家露营啊、这些睡觉什么的，很方便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电尾门啊，反正就是标配了。这里呢是一个工具箱，还有一个牌子比亚迪，然后还送了一个这个充气阀。然后还送了一个充电桩啊，就是家用那种小的充电桩。整个的空间呢，整个的这个车的类型呢，我特别喜欢，因为它又兼具了日常开啊、一些商务啊，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房车的功能，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很舒服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自己买的车怎么样都喜欢，是吧？那只是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啊，我也并不是什么专业的汽车博主。那接下来呢，这辆车啊，我觉得至少要陪伴我老爸10年8年，因为他特别抠门啊，一直舍不得换车，希望他能喜欢啊，希望他能喜欢。因为我老爸呢以前一直在广东啊开厂子嘛，就小工厂啊，10几个人，经常要自己拉货，所以买了车呢都是要考虑拉货而不是拉人。说实话，这也是他第一辆车是为了人服务的，而不是为了货。我们中国的父母呢，其实那一代人啊一直都这样，哪怕挣了点钱之后，也总是啊抠抠缩缩的，就想要挣个钱了是吧？给儿女攒钱买房子啊，结婚生孩子，自己反正就舍不得花。然后我们这次正好换了这个商务车，然后空间也大，然后我们准备买一个气垫床啊，没事去旅游。然后正好呢，我接下来呀准备我们第2次的创业，做一个这种户外的服装品牌，就类似于我身上穿这种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有机会说没事多去啊旅游啊，去露个营什么的，享受一下人生啊。我这2年呢也想开了，失败太多了啊，不想开也不行。我就想着，不再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了啊。反正呢，在北京呢，我的理想呢，多少也算实现了一点，拍了热爱的纪录片，也出了点小名，赚了点小钱，普普通通的够结个婚啊，生个小孩是吧？够爸妈啊，普普通通的养个老，我觉得那就满足差不多了。农村呢，其实开销没那么大，我都33岁了，准备提前退个休，这时候享受一下生活。那也祝所有的股东们生活幸福，生活美满，感谢。